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也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包容与纵容啊。很多人修行到一个阶段呢，最容易混淆的就是包容跟纵容啊。简单讲了，包容是有智慧、有原则的慈悲啊，纵容是没有原则也没有界限的放任。包容是内心非常清楚是非对错，同时也愿意理解对方的因缘跟立场，是带着同理心的宽容啦。也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或这个人不对，但我用圆融善巧的方式去面对，这叫做包容了啊。那纵容就不一样了，纵容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或这个人不对，但我选择不面对。看到问题了就不处理，因为怕麻烦、怕冲突或不好意思啊，这个叫做纵容了。从行为结果来看呢，包容的结果是：第一，对方会有机会改善，因为你宽恕他嘛；第二，彼此关系是长远又健康啊，你不生冲突啊；第三，事情会慢慢往正向方面去走。因为包容里面可能包含着什么提醒、规劝啊，甚至劝止那纵容的结果就不一样了。纵容的结果是什么？第一，对方的问题会恶化，你视而不见啊；第二，彼此的关系会失衡；第三，小错会变成大错。所以，纵容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的，其实是在怎么样滋养问题的。那这样说来，包容跟纵容之间最关键的差别是什么呢？有没有界限呢？我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它们两个切开，就是包容有界限，纵容没有界限。举例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例如了一位同事呢经常迟到，那这个做主管的如果说我理解你可能有困难造成迟到了，但这个会影响团队哦，是否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改善呢？用这样的口气讲比较有同理心也有原则了。如果作为主管的不是这样讲，而是对大家说没关系的，他可能没关系的，他可能比较辛苦啦，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圆融，其实是失去原则大家有样学样喽，因为视若无睹而不处理表面上是好人其实是害人害己那很多人误以为修行就是要忍要让，如果只是压抑退让，那就好像把大水堵住而不是去引流这样就不是慈悲的，是压抑，最后很可能会反弹。真正的慈悲是什么？内心柔软，但立场清楚对人慈悲，但对事情有原则，所以才说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那包容是为了让事情变好，纵容只会让问题一直存在包容是让内心不被情绪带走，那不纵容就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我们来举一个警察的例子有一位派出所的主管那带领着一位刚进来的年轻员警那这位年轻同仁很热心但有个问题就是很爱迟到。那一开始这个主管心想说，哎呀，年轻人嘛换了新的工作环境可能还在适应中啦所以就没有讲他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迟到却变本加厉甚至有一次还差一点影响一个紧急的出勤这个时候这位主管就很挣扎了，要不要跟他讲呢？讲了会不会伤感情呢？可是不讲又好像不对劲相信很多人这个时候会选择忍一下啦期待年轻人自己会自己改善但这位主管没有。有一天呢，这位主管就把年轻人叫来语气很平静的说，我不是在责备你我是在保护你，
今天你如果是在紧急的任务的时候迟到，影响的不只是你的考绩哦，而是安全的，甚至是生命的哦。那这位年轻员警被纠正后，刚开始听得有点不舒服，但那一句“我是在保护你”，让这位年轻同仁安静下来啊。那天之后呢，他不但不再迟到啊，反而变成一个很准时的人了。所以一开始，如果这个主管面对同仁的迟到，保持缄默不说，那就是纵容。但后来主管愿意开口，而且是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包容啊。所以包容不是什么都不讲啊，而是讲的时候自己的心里没有一点情绪，但该讲的还是要讲。那纵容就是为了表面上的和气，放弃了该有的原则了啊。修行虽然讲啊，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好人呐，一个有原则的好人呐，一个有勇气的好人呐。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实在是不简单呐。尤其开口动舌，无不是业啊。稍一不慎就怎么样，出口伤人呐。尤其是缘结的不好，连说好话都会变成是非啊。所以我们不是讲吗？花3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啊！闭嘴比说话还难呢。当年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分会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有一次碰到一桩人事问题啊，一位很发心也很能承担的组长啊，把自己的这一组的志工带得很好哦。后来志工越来越多啊，尤其有一些学有专精、学历高的那些年轻志工纷纷投入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位资深的组长已经逐渐感到，自己好像力有未逮啊，观念上及能力上跟这些年轻的志工们呢，有时候无法达到共识哦，造成这些组员们的一些困扰哦，甚至有人人心异动啊。然而，当我在跟分会一些资深的委员们谈论此事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担心哦。一旦把这位组长换下来之后呢，这位组长会不会心灵受伤而道心退转呢？因此，人人皆曰不可，不能动他，不可以。然而，我身为执行长啊，有责任顾全大局啊，照顾每一位志工的道心啊。一方面要为志工们解决问题，排除障碍；一方面也不能伤害任何一位志工的道心啊。尤其这位又是这么资深的组长啊。那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处理人事问题，就需非常的小心了。于是呢，有一天我就找这位组长，以轻松聊天的方式呢，从旁了解他的想法，试探性的了。我先感恩他，跟他说：“哎呀，你把这一组带得蓬勃发展啊，士气如虹啊，实在是正言上人的好弟子啊，很值得肯定啊。尤其你这一组有很多学有专精的年轻志工啊。”那他们年轻人一定有年轻人的想法啊，要带领他们应该是很不容易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需要我能够提供协助的呢？哇，他回答说有啊，我自己也是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啊，感觉有一点超过自己能力所及啊。这个时候我就接着说了哦，其实我们来当志工是在修行呐，既然修行呢，就要恒顺因缘呐。一段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就要换另外一个任务或职位嘛。每一位志工，尤其是干部，甚至我这个当执行长的，都是在承担自己阶段性的任务啦，都是过程啦。那不管这个位置怎么换，我们的心都要能够随缘自在。我并且跟这位组长说了你这一组人才辈出啊，而你经验又这么丰富其实也可以考虑传承给年轻人来承担看看，而你自己也可以更上一层楼了，也不会压力这么大了可以，你也可以急流勇退，承担副组长，本来是组长嘛，现在承担副组长，从旁协助跟辅导年轻的组员跟年轻的组长跟组员我这个话一讲出来以后，这位组长马上如释重担一般连声道感恩说。哎呀，感恩师兄，感恩感恩你啊！本来我就在想说，组长换别人做啦，但是不敢提出来。
怕人家误会我没有承担的勇气的。但是我自己已经感觉带领这一群高学历的年轻志工有压力。现在你既然这样讲我感觉压力获得释放，哎呀，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就这样了。没有碰触换人，大家都不敢碰触的这个换人计划在一场轻松闲聊的这个谈话之中呢，不费吹灰之力迎刃而解。其实这种棘手的人事问题，一般人大多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动千江水，不动到人心尤其是在修行团体更是如此那这也是修行团体跟企业团体不同之处了。我如果对这些满怀热血的年轻志工们的瓶颈视而不见不处理，那就是在纵容这件事情，纵容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成全的年轻志工却伤害到这位组长的道心，那也会变成变成成就一件事情，却也同时造就另外一个问题那这样也是不圆满因此跟这位组长轻松聊天，而不是严肃讨论让这位组长的感觉不是在被下指令而是被尊重，因为只是轻松闲聊并没有预设立场完全尊重对方的想法。其实他如果还眷恋这个组长的职位，他如果还是眷恋这个职位，不愿意退位了，我也会给予尊重的，还是感恩他啦。因为没有抱怨的权利，没有抱怨的权利只有感恩的本分这是圣经上人讲的好，那这样事情要怎么解决还有其他变通的办法吗？有，更何况学佛讲的是什么？法无定法，法本无法，能对机妙用就是妙法。好在对方表态可以接受换人那我就顺水推舟了一件原本看起来是很敏感的人事异动就这样轻轻松松的解决了这就是什么？谈笑用兵的道理越是严肃越是反效果了如果我有预设立场的话啦并且以严肃的方式找他谈他一定觉得哇事态严重感觉有压力那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让对方心里不舒服，就会结下恶缘，造成做人失败尊重这位组长的想法，我没有预设立场，这就是包容对年轻志工们遇到的瓶颈之视若无睹，那这样就是在纵容。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包容是有界限的慈悲跟有智慧的理解那纵容呢，是偏调的包容，是没有原则的放任，明明知道不对，却不制止也不说，甚至让对方继续错下去。所以也可以说，纵容的本质是缺乏界限的假慈悲。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烂好人身上也就是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美其名是好好先生，其实就是乡愿乡愿是指的是什么？表面上很善良很和气不得罪人，但其实是没有原则的好的人简单讲就是好好先生但是没有是非观念所以孔子说乡愿得之贼也。为什么说得之贼也孔子为什么用贼这么重的字因为这种人不敢指出错误对不正确的事情假装没看到，而且还让错误慢慢的变成习惯，表面上是维持和和气气，实际上是破坏道德标准所以孔子认为这种没有原则的好人，其实就是败坏道德风气的人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曾经有人警示证严上人哎呀师父这位志工经常犯错我们到底要原谅他几次证严上人回答了，就像父母原谅自己的孩子，请问你们原谅自己的孩子几次？也有人警示证严上人了，师父什么是包容长期的包容会不会变成纵容证严上人就回答了，包到包不下去，忍到忍不住了，这就是最大的包容起初听到
上人开示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哦，心中很困惑。我在想说，每一个人的容忍度跟包容量都不一样嘛，那标准在哪里呀？什么程度才是忍不下去呀？什么极限才是包不下去呀？什么情况会变成纵容啊？但是我也是不得其解啊。但是因为证严上人只是这样开示哦，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详述哦，自己去想啊。后来我有一点开窍，茅塞顿开啊。心胸宽大，则永远可以包容别人啊。心量不足，才会感觉自己是在纵容别人啊。这句话各位仔细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啊？一个会重复犯错的人呢，基本上呢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经验不足，第二个习性使然。那不管是经验不足或习性使然，都是属于能力不足啦。那一个能力不足的人，需要我们去包容、善解，甚至关怀跟鼓励。因为一旦有一天我们因学习不力而成为能力不足的人的时候呢，或经验不足而成为犯错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期待别人对我们能够体谅啊，能够包容，能够善解啊，不要批评我们，不要责备我们啊。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嘛。这样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啦。那其实包容与纵容跟堪忍之间的3个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哦。现在我们来谈堪忍，没有堪忍就会变成2个极端哦。第一个直接发火，发脾气就是没有堪忍嘛，对不对？那第二种，当相怨烂好人，眼不见为净啊，直接逃避啊。所以真正的中庸之道是什么？有堪忍的功夫，才能做到有原则的包容啊。也就是想做到有原则的包容，也是要拿堪忍来做后盾的。因为没有堪忍的包容，虽然不至于纵容了但很可能因为忍不住坏了大事啊，因小失大啊，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是吗？所以师父经常原谅犯错的弟子，这也是有堪忍的功夫才做得到啊。这样解释大家都听得懂啊。有人向证严上人倾诉啊，我不但出钱出力，别人不愿做的工作我都很耐烦耐怨的拿起来做，这样还是有人批评我误解我，实在令人不甘心了。那证严上人听了就回答，你好不容易任劳任怨在付出，这已经做到忍下去的功夫，但还要继续做到吞下去，最后还是要把它消化掉，这才是真正忍的功夫啊。只是忍还不够，如果没有吞下去再消化掉这样忍到极限而爆发出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啊。那这一句开示也是很令人发人深省的所以古谚才说嘛，刚刚我们讲小不忍则乱道谋，不是吗？而佛家更说什么？忍而无忍，生法忍的。忍而无忍，就是心中没有忍的念头啦，这是意境很高的修为啦，也是忍的最高境界的。一时忍不住，生气愤怒，那这个会摧残自己的身心跟情绪让脑海里呢心田混乱不清严重的时候呢，会失去理性而意气用事啊。那佛法上叫这个叫无明所以一个懂得修忍辱的人呢，能孕育包容的力量在忍辱中精进的人，他行于外的雅量，更是令人高山仰止，如沐春风修忍辱者能够放下我相，自我缩小，因此能够在挫折跟失败中呢，看清成功之道也懂得在得意跟成功中呢，学习谦卑，在顺逆境的际遇中呢，体会生命无常更能借着忍辱去启发智慧跟生命的潜能。因此我们才说修忍辱者得相好之果看破我相并非不要相而是不着相，也就是不着忍辱之相，没有忍的念头嘛，对不对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
这样才能把别人的无心之言呢淡然处之啊，对别人的无心之过宽容待之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包容与纵容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